大家好，我是龚明敏，又见面了。上一期讲到破坏式创新的产品需要的开发流程和管理方法，至此我们通过 Starship 来过了一遍破坏式创新的几个原则。本期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期，我们来看看过去和未来，看看在 Starship 之前几个同类产品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失败的，再看看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出现什么新改进。讲舰体设计那期我就提到过 Sea Dragon， 其实它和 Starship 有很多相似点。这是个1962年设计的火箭，巨大的直径23米的舰身，不锈钢的材料，一级可以复用。是的，在那个年代就打算回收复用一级，主要目标是近地轨道，也可以载人飞火星。这几个方面都和 Starship 很像。Sea Dragon 的初衷也是低质低价，设计上也讲究尽可能简单。两级引擎都采用挤压循环，虽然低效，但便宜得多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破坏式创新的影子了。这个火箭甚至连发射场都不用，直接在海上发射。它能把550吨的东西送入近地轨道，每千克价格相当于现在的500到5000美元。但是它违反了原则一，在那个年代并没有明确的需求要发射550吨的东西，结果在需求分析阶段就被掐死了，甚至没开始动手。SpaceX 从猎鹰9号开始就有拼车模式，不同的小载荷可以拼在一起发射，解决了空有运载能力没有需求的问题。新技术和新流程的使用，让 Starship 即便用了最高效、最复杂的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，成本也能做到最低。再来看看蓝色起源，它比 SpaceX 还早1年成立，到现在也没能进入轨道。以前说过 ，SpaceX 的路线是先进入轨道，产生盈利，再把盈利投入复用的研发，进一步降低成本。而蓝色起源总体来看走的是 NASA 的老路，先压轨道，再轨道。不在乎如何更快走向成功，只在乎能否有更高的成功率。和 NASA 的区别只在于从一开始就点了复用的技能点，亚轨道的飞行器就可以完全复用。工作方式来自于90年代的 DCX， 但因为没有进入轨道的能力，几乎无法盈利，到现在也只能靠烧钱度日。前不久也经历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失败，引以为傲的成功率也不再是100%。蓝色起源的管理者缺乏技术背景，对发展方向没有判断能力，这违反了原则6。他们产品的工作流程和以前几乎一样，无法适用于新产品，违反了原则3。说起 SLS 就更神奇了，它几乎所有部件和设计都是旧的技术。燃料箱来自于航天飞机的外储箱，固体助推器就是航天飞机的助推器加了一节，引擎是从航天飞机上拆下来的，上面的猎户座飞船是原先星座计划的飞船，来自于现代技术复刻的阿波罗飞船。工作流程也是传统的发射模式，一次性的，不可复用。开发流程管理用的是瀑布模型的老办法，也就是违反了原则5。原计划在2016年发射，预算5亿美元。结果呢，在花了230亿美元之后，我们看到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进度，地面测试一直出现小毛病。2022年6月20号，彩排因为液氢泄漏而提前终止。NASA 认为已经达到了彩排的目的，只要修复这个问题就行。结果8月29号，因为另一处泄漏，引擎无法有效冷却，发射前终止。推迟到9月3号，再次因为液氢泄漏而发射终止。9月27号又因为天气问题继续推迟，还不知道10月份能不能发射。NASA 的人觉得自己是在搞科研，而 SpaceX 只是为了赚钱。但从结果上看，哪个结果更好才是最重要的。这种思维方式没有以结果为导向，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个破坏式创新。那么展望一下未来，如果有了成熟的新技术， Starship 有可能如何进行改进呢？从最重要的说起，引擎。Starship 的1、2级用的是猛禽引擎，靠化学燃烧提供推力。以前航天引擎系列说过，化学引擎比冲短，推力大，往往只能短时间内用掉大量推进剂，然后靠惯性前进。从地球到火星需要6个月以上。另一方面 ，Starlink 卫星上的引擎则是个电推进的离子引擎，具体来说是个用氪气作为推进剂的霍尔效应推进器。很多外行媒体说 Starlink 能快速变轨，想撞谁撞谁，全都错了。离子引擎的特点是比冲长，推力小。猎鹰9号每次把几十个 Starlink 卫星发射到近地轨道之后，
这些卫星靠自身动力，需要花几个星期甚至更久的时间上升到最终轨道，非常慢。但一点点推进剂就能用来做轨道保持好多年。常见的离子引擎用的是氙而不是氪，因为氪的腐蚀性显著高于氙。这里用氪不是为了防超人，而是因为氪比氙便宜得多。对于大批量低成本短寿命的 Starlink 来说更适合。又看到这个 pattern 了吧？然而这种引擎并不能用于那么重的 ship， 毕竟推力太小了。而此等离子引擎和 Vecima 推力比离子引擎大，比冲比化学引擎大。如果这些引擎走向成熟，可以替换掉 Starship 的真空猛禽，那么到达火星的时间可以缩短到3个月左右。但为了支持这样巨大的电力消耗，太阳能很可能不够，需要搭载一个核反应堆。还好，至少不用那么大的推进剂箱，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存放多芯气体的推进剂和核反应堆。不过既然都有核反应堆了，那也可以用核动力推进，在有巨大推力的情况下保持不低的比冲。这连海平面引擎也能换掉，结构更简单。安全性足够好的话，连 booster 也可以用核动力推进，甚至单级入轨。原先的航天引擎系列有这几类引擎的细节，这里不再重复。再来看看材料方面，之前说过 Starship 用的是不锈钢来建造舰体，先做出一个一个环，然后摞起来。另一家私人航天公司 Relativity Space 用的是整体的 3D 打印，整个铝合金的舰体一圈一圈用激光烧结的方式打出来。3D 打印是一种新的制造方式，也是一种新的材料合成方式。它不但可以用来做出传统工艺无法构建的形状，还可以在一整块材料里让不同部位有不同混合比例的合金。SpaceX 在猛禽引擎里有些部件已经开始采用 3D 打印，可以预见随着大型金属 3D 打印的逐步成熟，在以后会扩大使用范围。如果用更多的 3D 打印做舰体，很多需要生产后安装的结构都变成一次成型，零件数量和组装工作更少，以至于可以做到更薄、更轻、更可靠，还能提高建造速度。再者，如果要把运载能力更上一层楼，可以等比例放大整个舰体，直径加倍，高度加倍，但这样可能会需要把之前的实验再重新做一遍，确定最佳的不锈钢厚度、引擎数量等。另一种更简单的做法，多个一级并联，称为 CBC。Delta 4重型开始就有这个设计，不用设计新的火箭，而是拿3个一样的一级并联，产生更大推力。猎鹰重型也用了这样的架构。要是把3个 Starship 的 booster 并联，那又是个推力怪物。这个思路相当于一个大问题分解成多个小问题的组合，那么只要把小问题解决好，大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虽然最终解决方案的运行效率比不上直接解决大问题的，但成本低得多，难度低得多。关于破坏式创新的重点，这里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。前几期提到的几条原则，都是我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，破坏式创新和大小无关，即便只是很小的一个点，也可以产生破坏式创新。更重要的是，破坏式创新的产品往往只在某个方面做得比原先更好，而不是全面取代。从整体上看，新产品是低质低价的。比如晶体管相对于电子管，就是个破坏式创新。晶体管发明之后的几年内，就大量取代电子管成为主导的电子技术，能做到比电子管更小、更高效、价格更低，但在超大功率领域仍然比不过电子管。接着 MOSFET 相对于双极性晶体管，也就是3极管，也是个破坏式创新，在集成电路、充电器、相机、各种电器里都能看到它的身影。从发明到现在的几十年，已经在半导体技术里占了主导地位。即便如此，大功率领域仍然需要用到3极管。这样的创新就在一个很小的点上发生，好处和坏处都很鲜明，但逐步建立起它的优势领域之后，就成了影响深远的东西。而新的破坏式创新还会从其中的一个点取得突破，再逐步扩张，就这么一直循环下去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能用1%的成本做到10%的事情，就是胜利。不要因为事情小而认为创新不够，不去做。本系列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以 Starship 为具体例子，解析了什么是破坏式创新，怎么做破坏式创新，希望对朋友们有启发意义。下一期我们来看一些不一样的主题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